3月30号，英国国防部发言称，准备提供 AS90 自走炮来支援乌克兰。那么今天就带各位老铁看一看，截止到目前为止出现在俄乌战争中的8款自走炮。Top 8 2S1 康乃馨格沃兹迪卡自走炮。康乃馨这款自走炮是1958年乌克兰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基于苏联的 MT-LBU 多用途2栖装甲运兵车研制而来的，每侧有7个公路车轮，炮塔被焊接在战斗舱的上方，使用拖曳的 D30 榴弹炮和120毫米榴弹炮，能够发射高爆弹药、穿甲高爆弹药、子母弹药和火箭辅助射弹。第一批康乃馨于1970年在苏联军队大面积服役部署。那么康乃馨在作战时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准备，一旦入水漂浮就会有履带推动，具备完全2栖的能力。同时它还配备了多种宽度的履带，能够在雪地或者沼泽条件下运行，并且还有着红外夜视的能力。Top 机 2S3 合金欢阿卡西亚自走炮。这款1968年开发的 152.4 毫米自走炮是当时苏联为了对付美国155毫米 M109 自走炮战车的回应。战斗舱在船体中部，后部带有旋转炮塔，外部装甲采用15毫米轧制钢，配备了 CBRN 防御系统。这款防御系统呢，通过过滤装置和设备，可以有效防御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污染，也能缓解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损害。合金欢可以发射拖曳榴弹炮第一开发的全类型弹药，其中使用重磅炸弹弹药发射时最大射程为 18.5 公里，使用火箭辅助射弹时最大可以达到24公里。同时还配备了一架 7.62 毫米的 PKT 坦克机枪，用于防空防御和近距离自卫。Top 6 2S5 风信子自走炮。风信子是苏联陆军基于 2A36 152毫米拖曳式榴弹炮的车载衍生版本，采用装甲布雷车作为底盘，车体由钢板焊接而成，装甲最后处15毫米，防御性能一般。车头下方还装备了一具推土铲，无工程装备的支援下可以自行排除障碍物，配备了一挺可以遥控的 7.62 毫米机枪。主炮采用152毫米拖曳榴弹炮，可以发射最大射程 28.4 公里的高爆破片炮弹，最大射程40公里的火箭助推炮弹，还可以使用化学炮弹、激光制导炮弹等多种弹药。由于 2S5 风信子在构型设计上与美军的 M107 和 M110 自走炮战车相似，所以缺点也基本一致。比如战斗时缺乏装甲防护，士兵在操作炮台时非常容易遭到敌方火力杀伤。非密闭式的车体，敌方使用生化武器时无法防护车载人员。截至目前，乌克兰还有24辆 2S5 自走炮处于服役中。Top 5 2S7 牡丹花自走炮。牡丹花是当时苏联陆军服役中口径最大的自走炮，而苏联的大口径火炮是只在看好火箭发展的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才得以恢复研发的。牡丹花于1975年开始服役，共计生产了1000枚左右，采用 T64 主战坦克的底盘，前段为密闭式的驾驶舱，并在前方设置有可以下拉的防护钢板风挡。一辆炮车需要7名炮班士兵操作，主炮采用 2A44 59倍镜203毫米榴弹炮，使用 ZOF43 高爆炮弹，发射时最大射程 37.5 公里，每分钟最多可以发射2到4发。使用火箭助推式高爆弹发射时，最大射程47公里。这个数据远超过美军的 M110A2 自走炮战车。同时，化学炮弹、特殊装药炮弹和战术核子炮弹也是可以选用和射击的弹药。截止到2017年，乌克兰还有96辆以上的 2S7 牡丹花自走炮服役。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曾经使用过 2S7 进行反击。Top 4 2S9 秋牡丹自走炮。秋牡丹这款自走炮首次出现是在1985年，是一种可以用于空降的120毫米自走炮，以加长型的 BMD 空降战车为底盘，车体和炮塔由钢板焊接而成，装甲最后处为16毫米，防御性能也一般。底盘与地面间隙可以在10到45厘米之间调节，这样的设定有利于空降作业的完成。同时 2S9 和苏联一般的装甲车辆一样，具备基本2栖操作能力，入水后可以利用喷水系统前进。主炮使用 2A60 120毫米后膛装填式迫击炮，采用人力装填弹药，每分钟最高射速6到8发，发射时可以使用间接和直接2种发射模式。
间接射击时可以选用高爆炮弹、白磷弹、烟幕弹等弹药。射击高爆弹药时，最大射程 8.8 公里；如果使用火箭助推弹药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3公里。使用反坦克高爆弹直接射击时，可以击穿60厘米厚的军制钢板。虽然截止目前 2S9 秋牡丹自走炮战车从未公布生产数量，但是根据推测 2S9 秋牡丹的生产数量应该超过了1000辆。乌克兰有64辆处于服役中，俄罗斯有600辆处于服役中。Top 3 2S19 MSTAS 自走炮。2S19 是苏联自行研制的152毫米自走炮，是苏联为了进行现代化榴弹炮部署计划而设计的。整个项目的研发从1985年开始，原型被称为317工程。当时的苏联将 2A65 152毫米牵引榴弹炮安装在了 T80 坦克的底盘上，同时还装备上了 EP22 半自动装弹系统、NBC 红外防护系统、被动夜视设备、射水套件、推土铲和81毫米烟幕弹发射器。装备了先进设备的 S19 自走炮可以发射的弹药有很多，其中包括射程 24.7 公里的高爆榴弹、射程 28.9 公里的底排弹、射程36公里的火箭增程弹，甚至还可以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和激光制导的 9K25 红土地系列的炮射反装甲导弹。S19 自走炮于1989年开始在苏联陆军服役，并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被乌克兰陆军和俄罗斯陆军继续使用。截止2008年，乌克兰有40辆处于服役状态，俄罗斯有800辆处于服役状态。Top 2 2S22 博赫达纳自走炮。博赫达纳是乌克兰基于可以在极端条件下行驶的6×6越野卡车基础上开发的155毫米轮式自走炮。根据北约的标准而建造，主要用于摧毁战场上的指挥部、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根据乌克兰制造商的描述， 2S22 采用目前比较流行的背负式卡车结构，突出特点在于机动性、精准性以及高射频率。最高速度可以每小时71公里，配备了现代化的火控系统，其中包括弹道计算机、火炮计算机和自动遥控瞄准系统。使用北约标准的52倍镜155毫米榴弹炮，采用高爆炸药或者穿甲炸药时，最大射程可以达40公里。这款自走炮的首次公开演示是在2018年的基辅独立日游行中，但是由于乌克兰缺乏口径155毫米的弹药，所以从2018年服役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大规模的装备在乌克兰陆军部队。Top 1 AS90 自走炮。AS90 是英国研制的轻型装甲自走炮，这款火炮呢，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服役于英国军队了。虽然研制时间比较早，但是在配置上还是相当不错的。榴弹炮系统由155毫米 L131射击系统、惯性动态基准装置、炮塔控制计算机和数据传输装置组成，可以完成自动测地校准、自动瞄准等工作。不过 AS90 虽然配置不差，但是射程却不是很远，最大射程25公里，使用增程弹药也才40公里。相比上述的几款自走炮也是能打的。其次 AS90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长时间射击时不用担心炮管过热的问题。采用半自动装填弹药的方式，可以让 AS90 在10秒内打出3发炮弹的能力，可靠性非常强。这也是英军放话准备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这款武器的原因。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